一个臭送水的，装什么柔弱？别偷了！住手！回去吧。快拿医药箱。谢谢大叔，我没事。他好像没有认出我。季总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让他消失。季总，我错了，季总，求你别开除我啊！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？我自己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叔，谢谢你。会有点痛啊。有需要给我打电话，我先去忙。可是他没告诉我电话呀。以后你们公司送的水，我们付双倍的价格。太好了，宝宝，妈妈以后有能力养你了。你们季总为什么帮我？你俩不是认识吗？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的歌。你是谁？不知道这里是我的专属音乐室吗？还不快滚！这首歌是从哪来的？你告诉我从哪来的！疯子神经病，快滚开啊！滚开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把他拉开呀！贱人，竟然敢弄疼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这首歌的歌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我的歌当然是我写的了。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？你写的？这明明就是我写的，这是我写的！就你一个送水工，你说你写歌，会有人信吗？哼，你是要笑死我们？不是，不是，是啊，这是我的歌，这明明就是我的歌。你说这是你的歌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有，你有吗？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这是原稿，这就是我的歌。周俊言从我这骗走的底稿，看清楚了吗？竟然还敢碰瓷我！苏笑笑，你真傻！周景言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你就这么相信他？抱歉。小贱人，你不会以为你捏疼了我，说句抱歉就想轻而易举的离开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走不了。你想要做什么？干什么？教你写歌呀！哈哈哈，怎么样？好听吗？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怎么样？还能站起来吗？渊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。是他突然闯进我的专属音乐室，一上来还拽我胳膊，我是被他弄疼了，才轻轻推了他一下的。渊哥哥，你看都红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就是听到有人在唱我的歌，我就想进来问问，歌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是在说我盗用你的歌词吗？真是搞笑！我一个天后，1个月随随便便就能写10几首歌，
渊哥哥，他一进来就诬陷我，可要为我做主呀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那些歌都是抄的。小小，司小小，渊哥哥，你怎么能抱别的女人呢？他是装的，贱人，竟然敢勾引渊哥哥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快去医院！医生啊，他怎么样了？病人目前没什么问题，可能是营养不良，也稍微有点低血糖。之前晕倒可能是低血糖导致的，多补充点葡萄糖就可以了。哎，你们是病人家属吗？病人目前已经怀孕2周了。什么？你们是病人家属吗？病人目前已经怀孕2周了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这样吧，等他醒了我会告诉他的。嗯，好的。你在这里照顾他，等他醒了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季总。我这是……司小姐你好，你之前晕倒了，是我们季总将您送到的医院，住院费季总已经支付过了。好的，麻烦了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季总对一个女人这么上心，你可要加油。那女孩怎么样？有些营养不良，补充了葡萄糖之后就出院离开了。还有就是她怀孕了。什么？还有就是她怀孕了。什么？我这没什么事儿了，先下去。知道了。季总好像都不关心她怀孕的事，难道不是我想的那样？营养不良，难怪这么瘦。爸爸，乖乖点儿，妈妈会保护好你。今儿送水的钱呢？是不偷藏钱了？没有，这你也不干。喂，你敢得罪沈天后，以后不用来集市送水了。黄主管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取消集市的单子好不好？你这个赔钱货！我让你去集市送水，你去干嘛了啊？把集市单子都弄丢了，我养你有什么用啊？我不是故意。我好不容易谈下了单子，就被你这么弄没了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死丫头，非要搅了这个家不得安宁是不是？你给我滚！滚！哎呀，滚出去！我没有你这种女儿，滚！滚！你没事吧？那我送你回家。回家，大叔，我没有家了。那你回我家。腿受伤了是吧？我抱你回去。来。为什么呀？妈妈她不喜欢我，别人的妈妈不是都喜欢他们的孩子吗？她为什么要打我？我
在说什么？这是我的孩子。大叔，这是大叔家。我的衣服也是大叔换的。醒了？饿了吗？马上就可以吃了。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所以就随便做了点。没关系，我不挑的。吃吧。大叔，我的衣服是谁换的呀？坐。放心，是保姆给你换的。吃。好香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谢谢大叔。好吃就多吃点，来，尝尝。你个狗东西，害老子得罪季明渊，老子做鬼也拉着你！慢点！不，等会儿，秦总，你饶过我吧，我是真不知道呀。四小小是我的女朋友，她怎么可能会认识季明渊呢？对了，四小小。呀，稀客呀，谨言啊！我要你娶了司小小，带着她再也不要出现在京都。求之不得。伯父、伯母，我想了很久，我还是舍不得小小，还请伯父伯母将小小嫁给我。谨言啊，这个事儿吧，我和你叔叔呢是很支持你的，但是吧，上次是你自己当场反悔了呀。哎呀，这小小呢是我们手心里的宝，我们要是这么轻易答应你，哪知道你对小小是不是真心的呀？我懂，伯父伯母，这张卡里有25万，只要你们将小小嫁给我，这25万就是你们的。哎呀，好女婿，来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嘿嘿，这一路受累了啊！来坐会儿，坐。老头子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四小小那死丫头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哎，有了！你这样，你让他我说命让他好，喂，什么？妈生病了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小小呀，我没事儿，叫你回来呢，是要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喜事儿。有什么好事你们会告诉我呀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们替你答应了一门特别好的亲事儿，那个人呢也是你认识的，就是我们隔壁的小周，周谨言，他来提过亲的，你不是也挺喜欢他的吗？妈，我不嫁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小小啊，你就听妈的嘛，你就嫁给谨言吧。妈，你别逼我嘛！我不想嫁给他，我不想嫁给他。要是不嫁给他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妈，你别激动，你把剪刀放下嘛。这样我又不
逼你立刻嫁给景言，你们就先相处试试嘛。妈，我不活了！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你能放下吧？哎，小小呀，我们呢已经帮你约了景言，你们现在先出去约个会，好的啊，快去！原来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季总，那我们还去吗？行吧，走吧。帮我调查一下这个叫司小小的，我要知道他的全部资料。好的，季总。季总，这是关于司小小的个人调查结果。司小小22岁，高中毕业，父母是重组家庭，他还有个哥哥，父母比较重男轻女，他家有个送水站，他还有一个从小一直玩到大的青梅竹马的男朋友，据说两个人感情很好。原来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还以为那位会成为我们的总裁夫人呢，没想到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还怀了人家的孩子了。哎呀，小小呀，今天和景言相处的怎么样啊？改变主意了没？不怎么样，我不会嫁给周景言的。你不嫁给周景言，你想干嘛？你知道他做过什么吗？你管他做过什么，你就算死也要嫁到周家。我不嫁。哎呀，小小啊，你别给你爸置气嘛，他这也是为了你好，为我好，为我好就可以不顾我的意见吗？你们要是真的为我好，就应该把那20万的彩礼退给他，取消这种婚事。我们把你养这么大，收25万怎么了？再说老大马上要结婚了，你作为他的妹妹出点力怎么了？就因为大哥要结婚，你们就要把我卖给这样一个畜生？妈，你看看他还是人吗？死丫头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我养大的，我让你嫁给谁，你就得老老实实给我嫁。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小小，你最近就安心在家待嫁吧。赔钱货，你跟哪个野男人打电话呢？妈，手机还给我！我说你之前怎么天天不回家呢？在外面勾搭了野男人是吧？我让你出去鬼混！我让你出去鬼混！我让你出去鬼混！行了，过2天就要结婚了，让亲家看到他满身的伤也不好看。要不是过几天你要嫁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死丫头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那彩礼是给你哥娶媳妇用的，你想都不要想。让你嫁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嫁，不然我有你颜色给你看的。妈，哥哥是你的孩子，难道我就不是了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要怪就怪你是个女的。走，就在你们好好反省反省，乖乖等着嫁人。帮忙看看好不好？你别这样！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我都已经那么努力了。乖，听话，妈妈会保护好你的。老公，要不给那死丫头弄点饭过去？
不用，饿一两顿就死不了人。不给他点教训，他不知道好歹。吃。难道我真的要等着嫁给周景言吗？妈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嫁。我想得很清楚了，反正我迟早都是要嫁人的，嫁谁不是嫁呀？而且我跟周景言从小到大一起长大，知根知底的，我嫁给他也比嫁给别人好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？而且你看啊，一直都是你在忙，爸爸也不知道帮你。妈，你就放我出去帮你嘛！我发誓，我真的就是想帮你。您太辛苦了。也是，亮他也不敢跑。这几天老头子天天出去打牌，那家里什么都不管，只好让这死丫头出去帮忙干干活，省得我整天累死累活的伺候他们几个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跑，就打断你的腿！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行吧，这么碗就洗了，再把那件脏衣服给洗了，这地也给我好好拖一下。我马上去洗碗。哎呦，死丫头还是有点用的。四小小，这衣服还没洗呢，那碗洗了没啊？马上，妈，马上就洗。死丫头，你怎么那么慢啊？老头子，喂，老头子，你快回来！那死丫头跑了。气死我了！司小小，别怪我心狠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小小，别怕，是我，你的景言哥哥。不要，周景言，你不要这样。司小小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就是不肯啊！现在还不是落在我手里了？早晚你都得嫁给我，现在给我又怎么样啊？啊！人吗？有人吗？救命！喊大点声，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不过我劝你，还是小点声喊，省点力气，不然等会儿没力气喊了。我们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吗？你看，我反正迟早都是要嫁给你的，你又何必着急呢？对不对？嫁给我？你既然要嫁给我，你那天为什么要跑啊？要不是因为你跑了，我会被秦远那个杂碎带人打一顿吗？贱人！我是不会
放过你的。不是，是秦渊打的你。你要报仇，你就去找他嘛。你找我做什么？那天要不是你跑了，我就不会遭受这一切。所以这一切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不过，马上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有的是办法，知道吗？别跑，给我停下！跑啊！再跑啊！跑啊！继续给我跑啊！我让你跑，喜欢跑是吧？踢我！季总，先去哪里？先去福源小区。好的，季总。停车！在干什么？让你欺负他，让你欺负，让你欺负他。小乔，救救我！我好疼，我浑身都疼。司小乔出什么事儿，你就给我等死吧。是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。走，回家。去医院。没事的，没事，马上到医院了。再坚持一会儿啊，小乔。小乔，小乔，小乔，醒醒！小乔，别睡着了，我马上到医院了。再坚持一下，再快点！有人吗？快救人！快！小心，小乔，小乔，你一定要活着！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！司小乔，我不让你死，你一定不能死！你给我好好活着！急诊室家属不能进。谁是家属？过来一下。我是。病人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，加上本身就营养不良，又是怀孕初期，情绪波动太大引起的一个惊厥，后续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。医生，你刚说什么？怀孕？她怀了那个人的孩子，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痛？还喝吗？你现在身子很虚弱，要先吃点粥，等好了我带你吃好吃的。有粥已经很好了，谢谢大叔。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等过段时间去找个工作吧。那你住哪儿？要不你还是先住我那儿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先暂住我那儿，等你找到工作之后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谢谢大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付房租的。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付得起，等我找到工作之后，一定会付给你的。没事儿，反正房子也是空着的。那不行，空着也是你的房子嘛，还是要付的。你的房间在2楼的最左边。家里面的家务都是张姨在做，你们需要的、想吃的就让她去弄。出行的话，
让李叔送的。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啊，就是好好养伤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待会儿我带你去入指纹。这个是你的房间，你看一下这个布置喜欢吗？不喜欢的话可以再换。喜欢，很喜欢，谢谢大叔。那个对面的那间是我的卧室，这个是我的书房，我平时都在书房办公，有事儿可以找我。好的。等我一下。房间布置的好温馨呀，怎么感觉大叔好像知道我要回来呀？那件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。没事儿，我早就忘了。就算你忘了，该还给你的清白还是要还的，只是来的晚了点。我还以为我再也拿不回来我的歌了。大叔，谢谢。没事，这本来就是你的，是我该做的。所有欺负你的人，我都会让他们还回来。老头子，你说这怎么办呀？司小小，你死丫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？哎呦我！没事儿，爸妈，这25万我们还是能得到手。听说周家那小子得罪了道上的人，被赶出京都了。哎，那我们的25万岂不是不用还了？没错，还是我儿子聪明。哎，进。大叔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我觉得这几天我有点太无所事事了，我想出去找工作。是住的不开心？不是啊，当然不是啊，很开心的。只是我和大叔毕竟非亲非故的嘛。你看啊，我天天在你家白吃白喝的，那我心里面多多少少有点过意不去。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，你就好好的在这儿先住着。你现在身体状况也没完全好，等你好好养好之后，我们再商量。不会啊，大叔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你看啊，我现在生龙活虎、活蹦乱跳的，你就让我出去吗？好吧。不过啊，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以前那种体力活是不能再干了。这本来就不是你们女孩子该干的事情，并且容易被你爸妈找着。你对写歌感兴趣？我们纪实音乐在国内算是首屈一指，有兴趣吗？纪实，我真的可以去纪实音乐公司学习吗？大叔你也太好了吧！谢谢大叔。大叔你也太好了吧！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就是太激动了。不过啊，这个事儿我不会帮你，得看你自己。放心吧，大叔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那一定是我的原因，和大叔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你先忙，记得吃水果了。真是个小孩子，不过他也这样报过命的。怎么样了？老板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好，现在就只差一只羊了，你下去吧。收到。季明远，我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哎，你是今天来报道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那我带你去你工位吧，顺便安排一下今天的工作。走。司小小，你等一下，他是谁啊？怎么在公司？好像是今天刚入职的，叫什么司小小。司小小，你这该死的贱人！不仅勾引渊哥哥，还害得我被渊哥哥训，竟然还敢来济世，真是找死！去吧。哎，你好，
我这边有些忙，可以麻烦你帮我泡杯咖啡吗？哦，咖啡机在那边，谢谢啊。Hello， 你的咖啡。谢谢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怪你递给我的时候怎么不拿稳些呢？这明明是你，你要是不想给我接咖啡，你就直说嘛。你看现在这弄的，吵什么呢？吵什么呢？我只不过是让这个新来的给我泡杯咖啡而已，结果搞成这样子。这可是季总塞进来的人，不管有没有真才实学，还是不要得罪吧。你要喝咖啡自己泡去啊。还有你去洗手间收拾一下吧。这事就过去了啊，工作。哼，以后有你好看。新来的，听说你之前写过歌，这个项目交给你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上面非常看重这个项目，你好好加油干啊！呀，秦主管竟然把这个项目给你，看来是想要为难你啊。你好，这个项目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刚来可能不知道，这个项目的对接人啊特别挑剔，之前提交过好几版的歌都被驳回了。现在这个项目就是一个烫手山芋，按理来说你刚入职，应该轮不到你来处理这种项目。我估计啊，就是因为你上午刚得罪了许燕，他替他的小情人报仇了呢。谢谢啊。这个项目确实有一定的难，但是我已经答应了大叔要好好加油的，当然不能轻易放弃了。还在工作啊？今天不是第一天上班吗？没办法，这可能就是能者多劳吧。大叔，你不也还没睡呢吗？还差多少？大叔，现在有没有空？有啊。那你能不能帮我看看，我这几句歌词怎么都改不好，能不能帮我提供提供灵感？想什么呢？灵感方面我可能帮不了你，但是我可以帮你捋一下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，这个音阶跟这个是不是？那如果说你看这个，主管，这是我写的，你看看可以吗？这个不行，再回去重做一番。哪里不行啊？哪里都不行，我说重做就重做，这个就先放在我这里，你再重做一番，出去吧。有点东西，我的了。秦主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明明是我写的，为什么署名是你？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，我从业多少年？你才入职几天？你觉得他们信你还是信我呀？年轻人，我这是在给你上职场第一课，好好学着吧。这是再胡搅蛮缠，就去人事部给我办离职。我季是什么时候出了冒领他人作品的人？季总，没听到季总说的什么吧？死小小，还不快滚出去！秦主管是吧？明天不用来公司上班了。我季是不需要冒领他人作品的人，你现在可以滚了。季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才是那个冒认别人作品的人。就算你是公司总裁，也不能颠倒黑白吧？是吗？这个项目是我和他一起完成的，你还要继续往下说吗？季总，我错了，季总，
我再也不敢了，季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季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季总，出大事了！季总，刚刚网上突然爆料了很多纪实音乐公司旗下多名艺人和歌手的黑料，现在纪实音乐公司市场股价大跌，总公司那边也受到了一定影响。季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先让公关部把热搜压下来。公关部已经在压了，但是话题热度实在上涨太快，我感觉是有人在背后炒作。背后的人调查出来了吗？还有，确认信息属实了吗？抱歉，季总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还没有查出来背后人是谁。但是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，这些黑料中有真有假。有真有假，既然有真的，那就会有很多人下意识的以为所有的黑料都是真的。那就先去确认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。明白了，季总。季总，现在怎么办？股价快要跌停了。先发布声明，表示我们公司将会不断跟进调查这件事。如果是真的，我们会对相应的违规人员进行处罚；如果是假的，我们也会拿取法律武器，对传播谣言使我司造成损失者进行追责，让公关部随时做好准备。明白了。对了，还需要调查一下，到底是谁泄露了艺人的行踪。这人应该还在公司。是他，就是他，一定是他做的。他才来公司几天，怎么可能是他做的？徐燕，你不要胡乱指认。就是他做的。之前公司都好好的，怎么他一来，公司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？这些无非是你自己个人的猜想罢了。我们凭证据说话，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。渊哥哥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证据啊？别怕，直说。渊哥哥最是公道了。季总，我敢这么说，自然是有证据了。有一天，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我听到司小小好像在角落里打电话，他好像在说什么艺人行踪、什么曝光什么的。后来我找周总监去确认，周总监说司小小确实曾经去他那里看过艺人行踪，是吧？周总监，我没说谎吧？司小小确实看过艺人行程安排，但这并不能说明就是他传播出去的。公司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那个文件吧？但这并不能说明就是他传播出去的。公司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那个文件吧？是啊，看过的是不止他一个，但是他的嫌疑最大。我建议先将司小小停职调查。说话要讲究证据，我不能仅凭你一面之词就对他进行停职处理，有失公允。季总，怎么了？信息是从你那台电脑上流传出去的 ，IP 地址也是显示的你那台电脑。对此，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不是，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儿呢？而且办公区不是有监控吗？只要调出监控，就能够证明我的清白了。我就说是你吧，你还不承认？你明知道前2天监控坏了，你还说调监控，我看你啊，就是想逃脱责任。我没有，如果真的是我做的，那我自然会承担责任。但是这个事真的和我没有关系。小小，这样，你先回去休息几天，等我查明真相，还你清白。你相信我吗？我信你。没想到我家哥哥竟然会塌房，也有我家哥哥，呜呜。这肯定是假的，我家哥哥这么乖的。楼上脑残粉吧，这样都粉，坐等证据。技师这是得罪人了吧？楼上是来洗白技师的吧？滚出！天哪，技师这次这么多人爆雷，我以后都不敢粉技师的艺人了。技师是垃圾聚集地吗？这么多劣迹艺人。不知道大叔怎么样了？知道是谁了吗？季总，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，有人在私下偷偷收购纪实音乐公司的股份。监控查的怎么样？虽然办公室的监控坏了，但走廊的监控是好的。拐角处的一个监控刚好正对着司小小的办公室，就记录下来了事情的全部经过。我们进行的人物对比，发现是服装部门的主管。
按理来说，他没有理由来陷害司小小。直接报警抓人吧，应该马上就能知道答案。小小，恭喜你喜上院区，回归工作岗位。这要多亏了有王姐帮我说话呢。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吧。客气了，我都没出多少力耶。司小小，季总找你。进。大叔，你找我？这段时间委屈你了，公司会给你相应的补偿。没事的，不委屈。是这样的，我看过你写的歌，非常欣赏你的才华。公司现在想出新品，转移粉丝注意力，同时呢，需要挽回公司的声誉。我们想用你的歌发新专辑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艺人的话你随便挑，我会让他们全力配合你，就是辛苦你。没事的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嘛。数据开始上升了，又升了！3、2、1，啊！小小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新专首秀就创下这么好的数据，打破了多少数据记录啊！这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嘛。司小小，你火了！啊！你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一线音乐人了。一线。我记得司小小是不是跟他爸妈关系不是很好？这样，你去把消息透露给他爸妈，我看他还能得意多久。哎，明月啊！哎呀，早啊！你家小小现在有出息了，成了知名的音乐制作人，这一年的收入只怕有几百万吧？啊？你说谁呢？当然是你们家四丫头啦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喏，你看一下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出大事了，快出来！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吵什么吵？出大事了！能出什么大事？哎呀，就司小小，他之前不是离家出走吗？他现在好像成了什么音乐家，在网上可红火了，据说一年至少能挣几百万呢。这个死丫头，一年挣那么多钱，也不知道孝敬孝敬老子，真是白养他这么大。哎，爸妈，我听说现在当音乐制作人可挣钱了，而且你看，小妹有这么多粉丝，她到时候随随便便给我们100-200万，那日子好过得很。可是之前我们跟那死丫头闹那么凶，她能给我们那么多钱？哎妈，不用在意，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再说了，你是他妈，有血缘关系，他要是敢不给，我们就去他公司闹，你看他敢不给？小小，你爸妈来了，一直在楼下吵着要找你呢。不见，可是他们在楼下一直闹着也不是办法呀。那我去看看吧。大家快来看看呀！我怎么生了个这么个不孝女呀？她有钱了，就抛弃父母了。我们供她吃，供她喝呀，把她养这么大，她把我们父母给抛弃了。大家来给我们评评理呀！要不是爸妈生病了，我们实在没办法才求到小妹这来。没想到她自己如今发达了，就弃养父母啊！你们说，这世上怎么有这样的孩子啊？你有这么狠心的孩子呀？这不是白眼狼吗？这要是我的孩子，我肯定打死他。是啊，有钱还弃养父母，这不纯纯白眼狼吗？爸妈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不要你这个不孝女夫！原来这就是那个白眼狼啊！看着长得挺乖的，没想到是这样的人。长得倒是挺漂亮的，没想到竟然弃养父母，简直是蛇蝎心肠。妈，有事咱们回去说好吗？回去说？你这个不孝女，我们去找你，你把我们赶出去了，我怎么生了这么个不孝女呀？妈，你什么时候来找我了？
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管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100万，要不然我就让公司的领导和朋友都知道你是一个不孝女。爸，你这是想做什么？是要毁了我是吗？我不管，反正你要给我们100万，否则我们就不走。我哪有100万呀？你这不是存心为难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100万，我和你爸在公司闹。你们一定要这样的话，那你们闹吧。不许走！不许走！来，快来看看啊，这个不孝女她发达了，她就不管父母了呀！大家快来看看！妈，你放开我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放开！我管教自己女儿，关你一个外人什么事啊？我再说一遍，放开！哦，死丫头，我说你怎么不回家呢？原来是在外面勾搭了野男人呀！嘴巴放干净点。哟，怎么你们做得我说不得了？要是怕人说，倒是别干这种事情啊！我们之间清清白白的，你不要胡乱毁了他的清誉。是我单方面追求司小小。说，你们到底想要什么？给我们100万，我们就走。对，我们就要100万。这张卡里有200万，我可以全都给你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你们一家人从此以后跟司小小再无半点瓜葛。呀，可以。要是让我私下发现你们再找司小小，我就打断你们的手脚。滚！大叔，谢谢你啊，200万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不要，你给季氏集团挽回的损失远不止于此，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。那是大家一起的功劳嘛。那个，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产科，司小小是产科，她怀孕了。孩子发育的非常良好，你呢平时也是多注意休息，不要太操心就可以了。哎，记住不要吃寒性的食物。好的，那个医生，如果我想，算了，没事，谢谢医生。哎，你是谁啊？医生，我是刚刚出去那位的丈夫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我老婆这是怀孕多久了？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？你真是那位的丈夫？怎么会不知道她怀孕多久了？我问了，她就是不告诉我，所以我就想确认一下，您就告诉我一下呗。差不多2个半月了吧。2个半月，难不成是那个时候？啊！谢谢医生。司小小，既然我收拾不了你，有的是人能收拾你。贱人！贱人！竟然敢怀渊哥哥的孩子！渊哥哥怎么会看上他那样的女人？我要他死！渊哥哥只能是我的，只能是我的！小公主，想我啦？哥，渊哥哥跟别的女人有孩子了，他不是我一个人的了。你说什么？季明月有孩子了？那个女人天天跟他在一起，不能是他的还能是谁的？她怀孕了，哥，你帮帮我，你
帮我除掉他好不好？小茹，你听哥哥的，我们不要季明渊了。世界上的好男人那么多，为什么非要是季明渊？小茹，我们换个人好不好？我不，我就要渊哥哥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没有人比渊哥哥更好了。哥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小茹，哥哥一定会帮你的，但不是现在，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？哥，我等不了了，我等不了了，她怀孕了，那个女人她怀了渊哥哥的孩子。小茹，你别冲动。小茹，小茹。季总，不好了，司小姐被绑架了。什么？按理说现在应该醒了呀，怎么还没醒啊？可能是药量大了点，再等一会儿吧。听说还是个孕妇。等老板到了，我们拿了钱就走。大哥，这次能拿到多少呀？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到了。哎，老板，人呢？在里边呢。 200万，一分不少，知道规矩吗？放心，老板，干我们这行的当然知道规矩了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半个字的。你们可以滚了。是你，是你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贱人，竟然敢勾引渊哥哥！渊哥哥只能是我的，只能是我的。是我没有。你不仅勾引渊哥哥，竟然还想母凭子贵的嫁进季家，贱人！我让你离渊哥哥远点，你为什么不听？啊？为什么不听？过了今天，渊哥哥又只会是我一个人的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！你这样做是犯法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你变成一堆焦炭，渊哥哥还看不看得上你？你就跟着你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去死吧！小姐，季先生来了。渊哥哥，他怎么来的这么快？小姐，快走吧，等会儿季先生来了，我们就走不了了。司小小，司小小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看到你在火海里的时候，我好怕，我好怕会失去你。那一刻，我突然间意识到你对我有多重要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季总，查到了，是沈小姐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渊哥哥会不会查到是我呀？哥肯定有办法。哥怎么办？哥，你救救我！小茹，你怎么了？哥，渊哥哥好像查到我这里了。哥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渊哥哥他不会放过我的。没事的，天塌下来有哥哥顶着。你现在先好好休息。你告诉哥哥你在哪儿，哥哥马上去找你。哥，我现在在家。没事的，小茹，你慢慢的走到床边，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，哥哥马上过去找你。渊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来这儿？我怎么知道渊哥哥在想什么呀？莫不是渊哥哥想我了？你自己做了什么，你自己最清楚。
看来我上次给你的警告不太够啊。那我就不废话了。看在我们两家多年姻亲的关系上，我暂时放过你。你现在立刻给我出国，没有我的允许，永远不准回来，否则我就把你做过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，亲手把你送进去。不，我不出国。不出国是吧？行，那我现在就把你送进去。袁哥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们这么多年感情，我那么喜欢你，都是为了你啊！袁哥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小茹，哥，快救我！没有季总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我认识里面的人，让我进去。司小小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快叫他们让开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司小小，你不想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吗？你让他们让开，我就告诉你，让他进来吧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毕竟你之前骗了我。信不信由你。你是可以选择不相信我，但是你总得相信视频吧。这下你总相信了吧？我不信，你都已经把我卖给秦渊了，你又怎么可能会回来救我？而且，你能摆脱他吗？当然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啊。我后来良心发现，我觉得我还是舍不得你。我已经把钱全部退给秦总了，他也就没有再追究了。他怎么可能会放过你呢？当然没有。后来，天泽哥，明远，我们这么多年感情都是自家人，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外人闹到这个地步吧？司小小她不是外人，她是我的女人。好，算我说错了。这件事情的确是小茹做的不对，我让她去给那个小姑娘赔礼道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爸如果泉下有知，看到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进监狱，我想他是不会瞑目的。明远，看在我们两家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你饶了小茹这次，我以后对她一定严加管教，保证不会再让她做出任何伤害司小小的事情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再有下次，我一定亲手把她送进去。渊哥哥，我知错了。小小，怎么了？小小，没事吧？大叔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没事的了，没事的。大叔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为什么孩子是他的呀？可是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牵扯。大叔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没事啊，小小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这个孩子留下还是打掉，我都会支持你。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牵扯。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没事，我会帮你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帮你。大叔，你说我是不是有一点太残忍了？他还没有来得及到这个世界上好好看看，他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好，就这样走了。他会不会怪我呀？不会的，啊。27号，到27号了。27号来了吗？去吧。你就是27号是吧？跟我进去吧。季总，叫今天那2个保镖过来，我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。好的，季总。小小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你们谁能告诉我，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今天来了个男人，自称认识施小姐，见我们阻拦，他就大声喊叫，说知道施小姐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。
后来施小姐让我们放了人进去，她好像给施小姐看了一段视频，但具体是什么我们不太清楚。这个人是施小姐的前男友，周景言。又是他，之前不是让你处理，他怎么还在禁毒？抱歉，季总，这件事是我没有处理好。知道没处理好，还不赶紧去处理？是。周景言，小小，大叔，孩子，医生说，我如果把孩子打掉的话，我以后就再也没有孩子了。大叔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没事，小小，你既然喜欢孩子，那我们就把他生下来，让他好好看看这个世界。就算他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也会好好对他的。小小，我喜欢你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照顾你。我不介意是谁的孩子，只要是你的，我就会像爱你一样爱他。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陪伴照顾你们，好吗？大叔，你真的不介意孩子不是你的吗？我不介意，只要是你的孩子，我都会视如己出。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，让我照顾你好吗？抱歉，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答复，你让我好好想一想，好不好？是我该给你说抱歉，是我太着急了，是我太迫不及待了，慢慢的考虑。不着急啊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先扶你回去休息啊，走。渊哥哥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说吧，吵到什么了？渊哥哥一来，酒都不喝一杯，就直接这样问我吗？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！这样，你喝了这杯酒，我就告诉你怎样。渊哥哥，你就不想知道司小小怀的是谁的孩子吗？这个不用你说，我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，又或者说，你知道的是错的。这样，你喝了这杯酒，我就告诉你怎么样。难道不是他？说。你给我下药！这就是大叔的承诺吗？廉价、善变，嘴上说只喜欢我，背后却跟别的女人牵扯不清。大叔，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了。大叔，我们都再好好想想吧。再见了。
大叔。你知道给我下药是什么后果吗？渊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就不能喜欢我呢？我一直拿你当亲妹妹，我劝你适可而止。渊哥哥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已经发生关系了，你就算把我当妹妹，又怎么样呢？你不还是要娶我？如果你不娶我，我就去告你强奸。如果你不娶我，我就去告你强奸。渊哥哥，你自己选吧。发生关系，你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吗？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发生关系。我警告你，离司小小远一点，不然你哥也保不住。渊哥哥，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？我喜欢你难道有错吗？喜欢你难道有错吗？季总，公司出事了。回公司，回公司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既是工程项目机密泄露，既是股价大跌，股东们吵着要见您，说您给他们一个说法。你去转达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。如果处理不好，我会辞去总裁的位置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季总，那件事被翻出来了，现在网上对季氏是骂声一片。这件事情再等等，大鱼就要现身了。接触到那份文件的人，您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除了季总、我，还有周董事、季董事等几名大股东之外，还有大小姐。能拿到完整数据的，只有大小姐。看来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呀。大叔现在遇到麻烦了，他帮了我这么多，我却在这个时候离开，是不是有点太忘恩负义了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不过，大叔这么厉害，应该会没事的吧？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暂停我的工作是在怀疑我吗？季明渊，我告诉你，季氏不是你的一言堂，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你，我让你停职合理合规。我说了不是我就不是我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好像是季总和季大小姐吵架了，季总怀疑季大小姐泄露了公司的机密，要将大小姐停职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姐弟吗？姐弟怎么了？如今豪门争权夺利的事多了去了，不可能因为你是姐弟就对你心慈手软。本来我还以为季氏不一样了，如今看来啊，这天下的乌鸦一般黑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大叔，我回来了。小小，你回来了。小小，你回来了。我就只是回来还你人情。小小，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突然间离开吗？我不想我们之间存在误会。你自己做过什么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你自己看看。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原本那天他告诉我，他说他调查到关于你的一些消息。我原本不想去的，但是我怕他对你不利，我就准备过去告诫他一番。没想到他就给我下药，拍了这张照片。
小小，你相信我吧。那你没事儿吧？我没事儿，他不敢拿我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大叔，都是我误会你了。要说对不起，应该是我说对不起。你能回来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大叔，新闻的事儿怎么样？现在呢，都在可控范围之内。你要相信我，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。大叔，其实你不用把担子都压在自己身上的，我可以帮你。我现在呢，也是有一定粉丝的人了，我可以帮你转发声明，说不定能扭转一些局势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在笑，你为什么这么可爱，这么好？四小小，很幸运遇见你。我也是。不用担心，就算没有及时，也会有办法解决。季总，自从四小小转发公司舆论澄清公告之后，网上的情势不再出现一边倒。虽然有很多人在骂技师，但也有不少人在维护技师，情况也算有所好转。但大多数还属于观望阶段，想要看我们技师怎么处理。那就好。老板，西夏姐弟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缝。四小小在网上转发了技师的澄清声明，现在舆论网上已经出现了反转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没事，先派我们的人私底下接触一下四小小，看能不能劝他反水。条件最高可以开到季氏5%的股份，季西月那边可以开始行动了。好的，老板。季氏的股份收购情况怎么样了？目前已经收购了17%，有几个老顽固死活不肯将手里的股份卖了，说是要留着养老。季明渊手里还有多少股份？季明渊手里有16%的股份，季旭月手里有5%的股份。如果能将季旭月那份转让到我们这边来，那我们就可以完全碾压季明渊了。再等等，四小小那边你去办。是。请问是四小姐吗？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我叫周成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四小姐。你好，四小姐坐。waiter，四小姐想喝什么？一杯温水就行。好的，一杯温水，一杯拿铁。四小姐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，前途不可估量呀。不知道四小姐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？合作？怎么个合作法？只要四小姐删掉网上技师的帖子，再发布一条我们指定的文章，四小姐可获得这个数：技师3%的股份，5%。四小姐，我们能给的只有这么多了。我摇头的意思是，我不可能和你们合作。四小姐，没有永远的爱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你能保证季明渊会一直爱你吗？难道他不是一直在利用你吗？与其等着他那一点点怜爱，不如跟我们合作，手握季氏5%的股份。到时候你想找什么样的没有？你们现在根本就没有掌控季氏，你所说的5%的股份，不过也就是一句空话而已。况且，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会赢过季明渊。我现在是季氏的大功臣，我又何必为了你的一句空话而赌上自己的前程呢？四小姐，考虑清楚了，打这个电话告诉我。怎么，心动了？对啊，心动了。他开出来的条件好诱人啊！万一你真的喜欢上了别人怎么办？不行，你不能心动。我把季氏所有财产，我都转给你。不用了，我知道你是真心的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有能力赚钱了。你派人跟着没？现在
就等他背后的人出现了。我是他姐姐，他竟然敢将我停职，他真以为季氏是他的一言堂啊！季总，这份文件需要您过目一下。你没看到我被停职了吗？这个季明渊竟然一点情面都不讲，无凭无据就将我停职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季总，就是呀，季总，您可是他亲姐姐，他竟然一点情面都不讲。您的辛苦付出呀，我们是看在眼里的。季氏能有如今的成就，那绝对离不开您的功劳呀。我看这季氏就应该您当家。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3年。那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对他？这个呀，就要看季总您了。这个呀，就要看季总您了。怎么说？这就要看您能不能狠下心来。如果您愿意，我倒是可以帮您，让这季氏只属于您一个人。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？季总呀，您是真聪明呀，难怪这季氏能在您手底下发展的这么好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季总不需要做什么，您只需要在关键的时候站在我们这一边就可以了。想让我跟你站在一边，那我总得见见你们背后的人吧。季总，那您这算是答应了？我要见你们背后的人。现在呀，还不到你们见面的时候，到时候您会见到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付季明渊？季总晚些时候会知道的。也许过了今天，这个世界上就再没有季凌渊这个人在。那季总，我们合作愉快。我那个男人真是好手段。那我就先回家，路上注意安全，我让李叔送你。大叔拜拜。季总，没事就是我想请几天假，过几天我想回老家办点事儿。去找韩阳，说我批了。他走多久了？司小姐大概走了有半小时左右了。走了。李叔，麻烦送我回公寓。好的，司小姐。季总，插播一条新闻，我市 XX 大道发生重大车祸，目前已确定车祸造成2死1伤，车牌为 A666666的车失控与一辆货车相撞，车身损坏严重，车内无一人幸存。详细情况司小姐好像坐的就是这辆车。这不可能！老板，任务失败了，季明渊没有在那辆车上，那个司机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来，现在人已经死了，那司机的家人怎么处理？没用的人还留着干嘛？毕竟是跟了季明渊10多年的狗，对主子有感情也能理解，都处理了吧？是，都杀了。当然是都放了，给他们一笔钱，让他们滚远点。要是让季明渊找到，就不用活着。告诉那2个孩子，是季明渊害死了他们的爸爸。
告诉那2个孩子，是季明渊害死了他们的爸爸。是，老板，司小小那边还没有松口，继续院那边的人已经传话回来说，人已经松口，表示愿意合作。很好，不过我们这段时间还是要谨慎，防止继续院使诈。司小小那边继续派人跟着，我后面有用。是。季明渊，你早晚都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医生，刚出车祸的人在哪儿？在那儿。司小小，你不能有事，你绝对不能有事。还好不是你。医生，还有的出车祸人在哪儿？除了重伤抢救无效被推出去那位外，其他的已经在停尸房等待家属认领了。大叔，小小，怎么了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这是怎么了呀？你今天回去坐的那辆车出车祸了，幸好你不在。车祸？司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肚子疼。要不我先送你去医院。没事儿，你去公寓拿文件，我自己去医院就行。你一个人行不行啊？可以的，没事儿。本来我是要坐那辆车的，可是我一上车我就觉得肚子疼，然后我就自己来医院了。可能是宝宝感受到妈妈有危险吧。你还没有出生就救了妈妈一命呢。可是他为什么会是那个人的孩子呀？如果他是我的孩子该多好啊！对了，李叔怎么样了？当场死亡。怪我，都怪我。小小，如果不是我让他上去拿文件的话，就不会这样。不怪你，都怪那幕后之人。这是人为。我们一定要找到幕后黑手，告慰李叔的在天之灵。海洋，在，给李叔的补偿款从我的个人账户上另拨一笔。好的，季总。季总，那件事有眉目了。小小，你先回去，我去处理点事情，马上回来。注意安全。你也是，注意安全。怎么？师傅，有充电线吗？我手机没电了。可以的，司小姐，就在你的左前方，看到了吗？哦，好，看到了，谢谢啊。这电话号码怎么这么眼熟？我很久以前肯定见过，到底是哪儿呢？叔，麻烦送我去福源小区。查到什么了？季总，我们之前派人跟踪那个人，发现他的私下与个人会面之后，便进入到了沈天泽的公寓，发现他与沈天泽有85%的相似度，基本上可以确定，这个人就是沈天泽。怎么会是他？之前的艺人暴雷机密泄露，我们调查显示，都有沈先生的手笔。没想到，我身边竟然藏着这么大一条毒蛇。季总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收集证据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老板，蠢货！
被人跟踪了都不知道。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是我了。老板，现在怎么办？先撤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进去说。哥，你这怎么了？出什么事情了吗？小茹，你现在立刻出国，暂时不要回来了。哥已经给你订好了机票。哥，到底怎么了？小茹，你听哥的，你先去国外，暂时不要回来了。我不走，渊哥哥还在这里，我走了不就明摆着把他让给那个女人了吗？我不。小茹，你从前不是最听哥的话吗？你听哥的，你先去国外，哥已经给你准备了足够的资金，够你挥霍一辈子了。如果哥赢了，哥去接你回来；如果这次哥输了，你就待在国外，永远别回来，好吗？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好吗？小茹，你从小不是最听哥的话吗？来，乖，走吧。小茹，去吧。哥，我走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走吧。哥，我知道我们家肯定出事了，我想帮你，但我知道我留在这里肯定会成为你的累赘。哥，我先走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你一定要记得来接我啊！叔，去福源小区。好的，四小姐。会不会是大叔啊？叔，你在车上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，马上就回来啊。好的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让我等到你了，司小小。你还来干什么？那我们家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。找到了。死丫头，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，你又想一走了之？哎，我怎么生了个这么个东西？死丫头，走，还回来干嘛呀？哟，你谁呀？请问施小姐在吗？在不在？早走。季总，施小姐不见了。什么叫不见了？不是让你跟着她吗？在哪儿不见的？福源小区施小姐家。先看看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，我马上到。去福源小区。是。去给我查周建言住在哪儿。是。
找死！说，司小小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监控显示是你绑走了司小小，你跟我说你不知道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我说，我刚刚把他带出来之后，他就被另外一伙人给劫走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司小小出什么事儿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这是哪儿？司小姐，你又见面了。是你？你想要做什么？司小姐别乱动哦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当然，如果季明渊答应我们的条件的话，你想用我来威胁季明渊？不可能的，你一定做不到的。能不能成功，就要看季明渊对你的感情怎么样了。听说他好像挺喜欢你的。小小，你没事吧？季总，您来了。看来这个女人对您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嘛。股份转让书准备好了吗？在这儿，让你主子出来，不然我是不会给你。季明渊，你想见我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把文件给我。沈天策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你应该想想你做了什么。你竟然敢报警！主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先撤。季明渊，如果不想看他死在你面前，就别跟过来。走。小小。主子，你先走，断后。沈天泽，警察已经来了，放开司小小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宽大处理。季明渊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着你的女人和你的孩子死在你的面前。我的孩子？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她怀的是你的孩子。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这20%股份给你，放了司小小。季明渊，我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着他们死在你的面前。沈总去世了。我要让你们都付出代价！小小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贱人，去死吧！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，你别吓小小，大叔，你坚持一下。别哭，臭死去！大叔，
司小姐，您都守一天一夜了，先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我想季总醒来，也不想看到你为他这么伤神。